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超酷的工具 Readkids。它厉害的地方是，你只要打一段话，就能直接生出绘本、有声书，还有动画影片，而且还能直接商用上架，帮你一次开启3条被动收入管道。想象一下，绘本拿去上架卖，有声书分享到社群平台，动画影片呢可以丢到 YouTube 频道讲故事，流量还能直接变现，甚至每个月还可以参加 Readkids 的绘本创作比赛拿到奖金，一次解锁3种收入，听起来是不是超猛？而且今天还有粉丝福利，我会抽2位幸运粉丝，送你们1个月的 Stand-up 会员。好啦，那废话就不多说，我现在呢马上来试做 AR 图画书给大家看。打开 Readkids 网站，每天签到它都会赠送200积分、300积分，新用户呢还有免费1500积分呢一次性赠送。它支援多种语言，可以看到英文、简体中文、繁体中文，还有日本语，非常多哦。这里还有一个功能要先提一下的，当你用了中文繁体来生成绘本之后，它也可以把你的中文繁体绘本翻译成各种其他语言的绘本。这里的 AI 图画书可以让 AI 帮你生成故事主题。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个故事了，那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故事转换成 AI 图画书。在左边同样是 AI 图画书底下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新的功能，叫做一键成书。这个功能就不需要我们处理太多， AI 会全部帮我们处理，就更适合想开设儿童频道的内容创作者。而上面这2个功能呢，是更加注重使用者的体验，它每一步呢都需要我们参与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绘本里面每一页的绘图都需要我们点击来生成，当然了，这样故事的自由度就会更高。 OK， 我们再来往下，先看看它的一些绘图的风格。一共有200多个绘图风格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故事。你也可以使用这些热门的绘本模板来进行二创。 OK， 马上开始，点开一键成书。首先就是我们要选择年龄，7到9岁、9到12岁到0到8岁、4到6岁都可以。可以看到对应的年龄旁边就是它可以帮我们生成的绘本页数。这个功能它会预扣信用点，绘本完成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多退少补的原则，根据我们实际的生图的数量来返还或者扣除积分。下一步就要选择故事的主题类型，假期这个主题类型就更好了，它会根据不同的节日来让我们选择生成对应节日的一些 AR 绘本。冒险里面的太空、超级英雄、恐龙等等，都是一些热门的绘画主题。教育主题对家长、老师来说真的是太省心了，还可以做一些生活习惯类的，比如垃圾分类小英雄等等这些主题。来到这个页面，我们刚刚所选择的全部都在上面了，你也可以随时编辑。你的故事是想顺序、倒序还是插叙？故事用第1人称视角还是第3人称视角？而这个拟人化也很有意思，比如你故事里面有一些小动物，那你选择了拟人化风格之后，它会把这个小动物的样子呢生成的有点像人形动物一样。因为我现在选择的是教育主题的，那拟人化就不太合适了，我就选了非拟人化。我们要讲故事、讲事实，对吧？然后就是绘本大小，1:1、16:9、3:4。在这里开始输入我的故事主题。乐乐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小朋友，在学校呢，他总是爱问问题。老师带着全班去校园里面做垃圾大冒险，要大家学会怎么分类垃圾。没想到乐乐意外发现垃圾桶里藏着一个神秘的入口，带他进入了环保小镇，在那里他变身成为垃圾分类小英雄。然后就可以点击 AI 生成。我这个乐乐的垃圾大冒险故事呢，它就帮我创建完成了。如果你看完这个故事发现哪里不符合你的要求，可以随时进行编辑。下一步就要确定绘本的图像风格，点开这里的更多，这里写了共计有228个滤镜风格，像常见的草图涂鸦风格、千寻奇境风格、清新水彩插画、简约的卡通风格，像这个也很有意思，彩虹糖豆风格、怀旧茶杯奇遇风格、
当然了，同一个故事你也可以用不同的风格来展示。OK， 确认。下一步它就会直接帮我生成绘本了。后台的生成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它会提炼角色，根据我的故事内容来看要生成哪些角色，然后开始创建角色。接着呢就是生成分镜的字幕，然后就是生成分镜场景图了。哇，这个绘本的风格我非常喜欢。图画书的标题呢就是乐乐的垃圾大冒险，封面的图画非常好看。乐乐回到了课室，老师告诉他准备要去垃圾大冒险了。老师跟乐乐讲解怎么样去分类垃圾，而且他们还戴上了手套，给了乐乐很多的垃圾袋。同学们在草地走廊里面仔细地寻找掉落的垃圾，并且把它们分类。乐乐有不懂的就去找老师问了。开始有大冒险了，他发现了有一个奇怪的垃圾桶，垃圾桶旁边还有一道门。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细节需要调整？因为乐乐应该看着这个门，背对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可以用这个 XPS 进行细节的调整。在这里把你要调整的细节写上去。乐乐面向门口，背对观众，手摸上门把，准备开门，然后点击创建。很神奇，有没有？乐乐的位置呢就调整过来了。OK， 接着往下，乐乐就走进去了。但是有点不一样，它多了一个背包，同样可以用这个 XPS 来进行调整，让它把乐乐的书包删掉。看，他的书包就没有了，简直就是无痕操作哦。他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，全部都是垃圾桶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一键生书这个功能，它的故事连贯性也做得非常好，而且每一页的图画它都会帮我们默认先生成4张，它会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，先帮我们选中某一张。如果你觉得其他的更加满意的话，你随时可以点开去选择套用到画布里面。像我就觉得这一张可能会好一些，我就选套用至画布，因为这一张里面的角色更像乐乐，而刚刚的那一张呢，它是黄头发的。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图片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通过 XPS 来调整，或者在这里点击新增角色来试试看。点开 PS， 因为我现在是要新增元素了，那我就在这里点开新增角色，加上乐乐，让他把图画里面的这个小人换成乐乐。这个参考权重它有一个建议保持在40以下的建议哦。那如果你40以上的话呢，它还原度就没那么高，可能这个场景也会变一点了。看，乐乐就被添加进来了，这个小人呢也无痕去除了。还有一个有趣的功能就是翻译功能，它可以把图画书里面我们的繁体中文，也就是这句话翻译成你想要的语言。那你同样一本图画书可以做不同语言，针对不同的观众了。点一下中间的翻译，瞬间就变成了一本英文的绘本。点这里的复制，然后回到这个图画书，粘贴到原来文本的位置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再来告诉大家，除了多语言的绘本可以做以外，我们还可以制作有声书。点开下面的配音，每一页的旁白呢，它都在这里了。我们这本图画书一共是24页，不同的角色可以配到不同的配音员。像这个是第一人称，也就是乐乐自己用我这个方向来讲这个故事的。所以像这个描述今天老师要带我们去做垃圾大冒险，忍不住去问老师，这些都是乐乐的声音。每一次生成配音的操作最多可以选择4项，也就是4页图画书的配音生成。可以点这里的更换配音演员，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头像这里点一下，选择好语言，然后下面呢就是对应的配音员了，选择这个声音，看这里就变成了聪明男童了。但是另外的3个任务呢，同样还是要单独的去换成聪明男童。那我们就从这里更换配音演员吧，这样就全都换成了聪明男童的声音了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生成语音。当这个播放键已经看不到这个红点了，说明这句话的配音呢已经生成完成。按照这个方法把每一页的旁白都生出来，一起预览看看。今天阳光明亮，蓝天上飘着几朵棉花糖一样的云。走进教室时，我心里
一到操场，老师给了我们手套，还发了一些垃圾袋。今天我们要帮助有些同学分不清回收和一般垃圾，我立刻举手请教老师。老师，卫生纸是回收吗？老师说，卫生纸不能回收，要丢一般垃圾哦。我点点头，把卫生纸乖乖地放进标有一般垃圾的桶里。这时，我注意到操场角落有一个旧旧的垃圾桶，看起来很少有人靠近。我凑过去，好奇心像只小猫，在心里喵喵叫。马上我就能把这本有声书丢到社群平台，我的朋友们看到肯定会吓到。一键生书这个功能真的超方便，但如果你对角色外形比较有要求，或是呢你打算做系列绘本，希望每一本角色都长得一样，那就得用 Rickis 的另一个功能了。这个页面就一点也不陌生，也就是刚刚垃圾分类图画书的这个页面了。OK， 同样我的年龄呢也是7到9岁。我们换一个故事类型，比如冒险类型的。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题：乐乐第一次去博物馆，认识了害羞的小恐龙。恐龙也是热门的故事主题了。这里还有野营、荒野、神秘侦探、海盗、太空超级英雄，这些全部都很热门。我这次要换一个故事的顺序，我选择一个倒叙。倒叙的意思就是先有结果，然后我再慢慢的从头开始讲这个故事。刚刚垃圾分类我选了第一人称视角，那这个故事去博物馆认识恐龙，我就选了一个第3人称视角。拟人化看看它生成的小恐龙会不会有人形恐龙。同样是1:1的大小。 OK， 同样的步骤，点 AI 生成。乐乐今天呢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博物馆，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大的恐龙骨架前。导览员姐姐就告诉乐乐，这个叫雷龙，它的性格很温和，但是有时候呢会有点害羞。他仿佛就看见了很久很久以前这只恐龙的生活。读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发现 Rickis 生成的绘本会有很多的角色，还有他们之间的互动？比如这个绘本里面就有爸爸妈妈和我的对话。因为导览员姐姐的讲解，乐乐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，直到描写到乐乐想象里面的雷龙在啃叶子的时候，它的旁边还出现了迅猛龙。而且跟我们刚刚测试的一键生书功能不一样的就是，它可以让我们直接提炼角色，先确定好角色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可以重新生成角色，直到这个角色定下来了，再帮我们生成绘本图片。同样是228个绘图风格，而且它还一直在更新。选好画图风格，下一步就设置角色图像。在左边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角是乐乐，配角是爸爸妈妈，雷龙呢是一条龙，还有群演是导览员姐姐。右边点开这里的编辑角色，乐乐是一个女孩，动物、植物、其他昆虫还有神话生物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故事主角。 OK， 年龄就是儿童期，白色的皮肤，黑色头发，双马尾辫，发型短直发，面部特征、配饰还有服装都可以直接修改。如果不喜欢粉红色的话，也可以改颜色。 OK， 没有问题，点确认。然后左边呢就选中乐乐，点生成。其实右边呢就相当于一个详细的提示词，帮我们生成乐乐这个角色。 OK， 它忽然弹出了一个告诉我获得了200积分奖励的一个通知，一共生成了4张角色图片。如果不满意的话，再点一下生成，它就会重新生成了。 OK， 再来看下一个角色，爸爸妈妈的，点一下右侧呢就可以看到爸爸的一个提示描述，银色的腕表，黑色的裤腰带。 OK， 没有问题，直接点生成。再来同时生成妈妈，妈妈呢就是中长发卷发，还戴了金色的耳环，粉红色的手表。然后就是雷龙的图片，右边会有2个图示，如果你选择第一个图示的话，生成出来的雷龙的角色它就是一只正常动物的形态。如果你选中了第2个图示的话，生成的雷龙图片呢，它可能就会有拟人化的行为了。那因为我的故事里面雷龙出现的场景都是乐乐的想象，所以呢我就可以选择这个拟人化，整个故事绘本就会非常的有趣。类别是动物，年龄幼年期，像这里有非常多的动物类型，鱼、熊、老虎等等。然后这里呢我就选了拟人化，
发色给她一个银白色，发型短发，脸部为圆润的灰绿色，大黑色的圆眼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鼻孔小巧，下巴圆而突出，配饰黄色的圆扣胸章。下面的就不改了，点确认，感觉这个更像龙一点。OK， 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导览员姐姐，就按照她的默认提示来生成角色。基本上从头发丝、身上的衣服到鞋子，再到配饰都可以自由设定，衣着、发型、配饰都能玩出很多的创意搭配。要是你想打造一个自己的绘本角色 IP， 这部分呢一定要花点心思了。角色设计越完整，越会有记忆点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这里讲的比较详细了。OK， 继续下一步。他又来奖励了我200积分，看来是第一次生成角色、第一次生成故事，它都有积分奖励。这是最后一步了，也就是分镜图设计。乐乐跟爸爸妈妈出发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2页的绘本介绍，也是可以直接进行编辑，或者呢点开这个删除键删掉这一页绘本，然后呢你可以点击加号键自己添加1页绘本。故事内容总共有13页，这里显示有15页，就是加上了标题页和结尾页。这一步就开始生成绘本图像了，直接点击这里的生成，它就会按照这里的官方提示词来帮我生成。当然，如果你有别的提示词呢，就可以在我的提示词里面描述。生成的一张场景图呢，我也获得了200积分的奖励，一样是开心收下就好了。这个绘本的封面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就觉得非常的满意。乐乐与害羞的恐龙化石，同样给了我们4张场景图，点一下套用至画布，它就替换成功了。每一页都是同样的做法来生成我们的画面。画面里除了文本提到的角色乐乐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新增。OK， 整个绘本的图片呢全都生成出来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去编辑它。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试的就是这个 XPS 功能，点开它可以对这一页的绘本进行细节调整，比如我想让乐乐手上拿着一个导览册，在右边提示词这里写上去，右手呢我还想让乐乐牵着妈妈，然后直接点创建，很快它从原本的这个画面就变成了现在我要求的一个细节画面了。乐乐拿着博物馆的导览册，牵着妈妈。再来看看下一页，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里面是有乐乐和雷龙2个角色的，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给我们生成了2种恐龙化石？第一种呢就是现实中的恐龙化石，另外的这3张图片它就完全真的是按照我们雷龙的拟人角色来生成化石了。如果你想要绘本效果更加童话一些的话，那就用拟人化的雷龙角色。整体来说 Rickis 在绘本这块真的是蛮专业的，很多细节它都帮你顾到了，再加上它的 XPS 功能还能对画面细节进行微调，整本绘本呢就更加有趣，更加生动。再往下，比如这一页，给大家看看双页跨页是什么意思。打开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绘本被打开了，左右2面呢都可以生成同一个场景镜头，用同样的提示词生成同一个场景，但是对比刚刚单页的场景图来说，它的图片就会更大。一般我们绘本高潮部分，我们就可以用双页跨页这个方法来展示更大的一个场景。OK， 我把右边收起来，看到没有？对比之前单页展示的场景图来说，这个跨页展示的图片真的是太好了，能展示场景里面更多的细节，也更能完整的体现我们的绘本内容。OK， 再来到下一页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绘本内容里面呢会有主角的一个想象，那我的想法呢就是从他的头这里给一个大大的想象的一个泡泡，然后泡泡里面就描述出乐乐想象的场景出来，场景里面的角色还是乐乐和雷龙，然后我就要写我自己的提示词了。乐乐冒出了想法，冒出的大泡泡里是雷龙躲在大树背后。OK， 看看它会生成什么样的效果图。哇，是不是很有感觉？看是不是这个画面就更加符合我的绘本内容。像乐乐就想到每次雷龙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呢，他总是会偷偷的站在后面，等大家先说话，害羞的雷龙呢才会愿意应答。因为我的提示词要求的是一个大泡泡，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大泡泡。像第6页我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，
乐乐冒出想法，冒出的泡泡里面呢是一只害羞的小恐龙，背景呢是博物馆，看它就会帮我生成一些小小的想法泡泡出来。如果在图画书编辑过程里面有操作失误的话，可以直接返回上一步。当然也建议大家时不时的点保存。在右边呢，我们可以预览整个图画书，也可以直接生成视频。点开它会直接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名称，叫做乐乐与害羞的恐龙化石的影片。点击生成视频，可以添加你想要的动画效果，像背景音乐也有很多可以选。当然也可以打开随机，让 AI 帮我们搭配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创建图画书的视频。一次创作就有了绘本、有声书，还有动画影片。视频生成好之后，你点开最上面的3个点，就有下载视频。绘本的话呢，就直接导出 PDF 档案，或者你可以自己导出绘本里面的所有图片，自己再加工成一个动画影片也 OK。在看预览效果之前，先提醒一下大家，记得要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哦。我会抽出2位幸运粉丝，送你们1个月的 Stand Up 会员。另外，资讯栏里面呢也有 Rickets 的试用链接，登入就能免费领积分，有1500的积分，别错过啦！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顺手把小铃铛打开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更新了。好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乐乐与害羞的恐龙化石。天还没亮，乐乐就睁开眼睛。一想到今天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博物馆，他的心跳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他翻身望向窗外，窗子外的麻雀也啾啾啾叫着，庞福在催促乐乐快点起床。早餐时，妈妈问乐乐：“你最想在博物馆看什么？”乐乐兴奋地握着汤匙，眼睛闪闪发光。“我想看恐龙，恐龙是不是很大呢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当然大得不得了，有的像一栋小房子哦。”乐乐一踏进宽大的展厅，四周全是参观的人和安静的玻璃柜。刚开始，乐乐有点害羞，不太敢靠近陌生的展示品，但又觉得每一个展柜都像藏着魔法。闪烁的光线中，乐乐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一座高大的恐龙骨架前。他静静地立在展台中央，比他见过的任何动物都还要高大。这是雷龙，导览员姐姐的声音在乐乐耳边响起。它虽然很巨大，但性格很温和，有时候还有点害羞呢。乐乐抬头望着巨大的雷龙骨架，突然记起幼儿园绘本里有一只害羞的小恐龙。那时他总幻想有一天能真正遇见恐龙，现在他正站在真正的恐龙骨架下，心里像有小鹿乱撞，蹦蹦蹦。他靠近展台边缘，看着雷龙骨架的肢体和长长的尾巴。忽然，一个声音在乐乐脑海中浮现：如果我是这只恐龙，我会不会也很害羞呢？我会不会想交朋友，但又怕大家笑我走路慢？他彷佛看见很久很久以前，广阔的从林间这只雷龙慢吞吞地走过原野，偶尔低下头，沙沙沙地啃着叶子，四周的迅猛龙嗖嗖地绕过，它却只是慢慢地静静地享受着树荫。每次遇到新朋友，雷龙总会偷偷地站在后面，等大家先说话，他才愿意轻声应答。或许他其实比我还害羞吧。乐乐想到这里，默默地向雷龙骨架挥了挥手，低声说：“你好呀，小雷龙，我不怕认识新朋友，如果你也不怕，我们可以互相陪伴哦。”导览员姐姐走到旁边，微笑着说：“以前的动物其实和我们一样，都会有开心、害怕、害羞的时候，你很会想象呢。”乐乐甜甜地笑了，觉得自己的小秘密被发现了一样。参观一路继续，乐
乐还遇见了暴龙骨架、三角龙的头骨，耳边不时响起哥哥妹妹们的惊呼声：哇，好大，好像怪兽一样。乐乐却总会在每一具骨架前停留一下，静静想象他们的故事。最后一站，乐乐回到雷龙展区，这时人潮散了些，展厅一角显得安静无比。乐乐再度站在雷龙骨架下，自言自语：今天我也很害羞，不过因为有你陪，我勇敢许多。爸爸妈妈悄悄走来，爸爸温柔地摸摸乐乐的头说：每只恐龙都很特别，就像你一样。乐乐笑了，真希望有一天能在梦里和小雷龙一起漫步在丛林里。外头天色西斜，乐乐回头看一眼雷龙骨架，心想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再来找这位害羞的朋友，继续未完的对话在记忆里，在想象中，在下一次的冒险开始前